金房的一生是短暂的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。历史上对他的记载最详细的就是班固在《汉书》里所写的《金房传》。金房字君明，网络上有一些半吊子水平的人说金房这个名字不好，如何如何，正应了那句关公面前耍大刀。人家金房好歹也是一代译阴阳术的宗师呀，名字好不好用你说三道四？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主要讲金房它的名字，来看看金房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。房字的本意是正室左右的注释，它的字是君名，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金房的房取意为28星宿的房星。房星属于东方苍龙七宿的第4宿，称为房宿，被视为天祀，意思是天马的马厩，同时也被称为天府，看作是天子的府邸或者是天子的明堂。天子的明堂一般用来宣明政教，举行大典。明堂是天子承天布政与神明沟通的神圣场所，当然必须要光明显赫，所以古代人选房字作为名或字，立意大多与房宿有关，比如汉初3杰之一的张良、张子房。明白了房宿的立意，自然就理解了君名的含义。如果说一个人的名字刚好能恰如其分地诠释这个人一生的话，你看金房经君名一定是不二之选。金房入朝从政8年而丧命，他把命豁出去也要实现的政治理想，归纳起来也不过是叛君名啊。尤其结合他吹律改姓的异常之举，把自己原本的李姓改为京姓，而京又是天子所在的京城。这一切如果用文学演绎的手法来描写，就是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一步步走向令他身首异处的深渊。叛君名是金房的追求，但他最终也要了金房的命，因为导致金房之死的罪魁祸首宦官石显的字也叫君名，两个君名都同时处在汉元帝刘氏的身边，一个是以实际行动推行考功课历法为君名，而石显则是玩弄权术，陷害贤良，防止君名。从个人的为人处事方面看，金房在为人处事方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完全称不上一个明白人。而宦官石显从身份上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但他却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深得人主为止，内生贼，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君名模范表率。你看，历史就是这么任性而荒诞，而又如此的巧合与讽刺。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君名这个名字不好，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字是君名而一生荣耀显赫，而且善终得77岁高寿的人，他就是生于北魏，卒于隋朝的王世良，王君名。除了王世良之外，历史上能被史书记载的君名就寥寥无几了。我们姑且做粗浅的猜想，假如你也正好想要给孩子起名为君名，不妨再做三思。单独一个名字似乎无可厚非，
但你若要求君之名之前，是不是该想一想自己的身世家族，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做此奢望？你有没有王世良那样曾祖父是镇将，祖父是镇司马，父亲是郡太守的家世呢？经房所活跃的时代是汉孝元皇帝的时期。释法说行义乐民曰元，周易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，在有元允许元的时代，甚至可以说是开元的盛世时代，君民都如此艰难，何况是那些哀平之事呢？那么在下一个视频里，我们就来看看君房的家族能不能承担起君民这个伟大的使命。我的关于经房的上一个视频被某平台警告违规，已经限流。我自己检讨，可能是里边我说了几个看什么算什么的名词。总之，平台拒绝透露限流的具体问题，只说我违规了，申诉也不行。你看，我一个主要讲周易的号，这些内容无法避免啊，连术语名称提都不可以提，说都不可以说的话，这样的号，这样的路能走多远呢？如果要预测我的号的结局，还用得着预测吗？结局是注定短暂而艰难的呀。我也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做得好的号的视频都很短，明明可以一个视频讲完的东西，非要分好几个视频来讲，真的是多么痛的领悟。鸡蛋真的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呀。但是茫茫信息的大海，让你突破了限流并刷到了我将珍惜这个缘分，会努力像经房那样走自己的路，让有缘的诸君，请君明鉴吧。